你是来找 lactation cookie 的食谱吗？我这里没有拖泥带水的做饼步骤，而且我也不是烹饪频道，我不教你做饼，我要教你的是如何把任何你喜欢的饼干食谱变身成为 lactation cookie。Hello， 我是丽丽。lactation cookie 真的有催奶效果吗？那其实它就跟很多的催奶食品一样，效果因人而异。有些人吃了有帮助加奶，有些人则完全看不到效果。而且即使有效，你也不应该依赖。有一些泌乳顾问说 lactation cookie 只是安慰剂的效果。我的看法是，只要妈咪吃了会开心，心情美好，对奶量自然会有帮助，是不是安慰剂效果都无所谓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妈咪不要以为单靠吃 lactation cookie 就可以维持奶量，然后就死命吃多多。要发挥催奶效果，是一定要做好基本功，也就是勤劳给乳房刺激，通过行动上追奶，才会有帮助奶量增加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这个频道的，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做好基本功，我建议你先去看看我的如何编排泵奶时间表，参考一下自己每天排出奶水的次数有没有达到最低的次数。要如何把任何饼干食谱变身成为 lactation cookie 的食谱呢？那只要你 Google 一下 lactation cookie 那个搜索结果里面出现的食谱你全部都看一看，你就会发现一些共同点。有几样材料是每一个食谱里面都一定会有的。第一样就是啤酒酵母，看清楚是啤酒酵母 Brewer's Yeast， 不是普通做面包用的酵母我在奶量不足系列里面的第4个 video 里面也有说过，啤酒成分里面的大麦，它的多糖对奶量是有帮助的，而这个啤酒酵母则是啤酒制作过程中产生的酵母。lactation cookie 会有催奶的效果，主要就是靠它。而我这个 video 能不能帮助到更多妈咪，就要靠你帮我估计一下 like button 了啤酒酵母的副作用可能会影响到妈咪和 baby 的肚子胀气、肚子痛或者泻肚子。被霉菌感染困扰的妈咪应该避免服用。有糖尿病或者低血糖的妈咪也是要注意，因为啤酒酵母可能会严重降低你的血糖，甚至可能会跟某些药物有冲突。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况，我建议你不要乱使用 lactation cookie， 先跟医生商量。啤酒酵母可以在哪里买到呢？你可以试试看在有机食品店找找看，我是在这里买的。第二样，在 lactation cookie 食谱里面的共同材料就是亚麻籽 flaxseed。亚麻籽是有催奶效果的香草类之一，常被用来当做 omega 3 营养补助品之一。听说它会影响雌激素，所以如果妈咪有雌激素过高、PCOS 或者家族有乳癌历史的话，建议你不要加这个材料进去。第三样常用的共同材料就是燕麦片，无论是一般的即食燕麦片 Instant Oats 还是 Raw Oats 都可以。燕麦本身没有催奶效果，可是很多妈咪食用燕麦片有帮助奶量，这是因为燕麦片本身是很好的铁质来源，补充铁质就是补血，血气充足，奶量就会充足，所以燕麦片有间接性的加奶效果。其实如果你懒惰做饼，也可以每天早上煮一碗燕麦片，然后加1匙的亚麻籽粉和1匙的啤酒酵母进去燕麦片里面当早餐吃。我没有试过，味道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啦。除了以上3样，我也见到大部分 lactation cookie 的食谱里面都会出现黄糖还有椰子油。我查了查，这2种材料都没有任何的催奶效果。要不要用黄糖来取代白糖，或者用椰油来取代牛油，就随你高兴了。所以把任何饼干食谱变身为 lactation cookie 的方法，就是给食谱加上2到6大匙的啤酒酵母，2大匙的亚麻籽。至于燕麦片就看你喜欢多还是少了，可以尝试从200g 开始混合，觉得不够再加多一点。
如果你是没有准确食谱就不敢下手的类型，好啦，我刚做了一些加了 peanut butter 和 chocolate chip 的 lactation cookie， 很好吃哦。我已经有把过程拍了下来，跟食谱一起放在我的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 Instagram 看看哦，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有连接。